之前有分享到在奧克蘭首次購房的經歷，然後每個月需要還房屋貸款接近6000塊紐幣，就收到有網友問我 Bling 你後悔了嗎？今天就想來說說真心話，答案不是簡單的後不後悔，而是有點複雜。我們買的是東區的一間老房子，3間房，然後有帶點地。住進來後，整體感覺我們是喜歡的，有車庫，然後有 deck， 有鄰居給的滿滿的水果，大家看到，這個是桃吧，滿滿一地的。周圍也很安靜，是無尾境街，這些都是我們當初選擇這裡的原因。現在住進來後，也確實是這個感覺。但老房子就是老房子，維修是省不了的。住進來這2年裡，我們陸陸續續花了不少錢在維修上面，有剪草機和一些修草的用具，就花了大約1000紐幣。然後也做了外牆、屋頂的清洗，然後屋頂因為很老舊了嘛，也需要維修。然後我們也換了車庫門，之前的因為太舊了嘛，我們也換了一個新的，那邊也用了1000多塊紐幣。然後我們安裝的新的那個通風系統也是每年你就要換一下那個 filter， 這些都是一些維修的費用。還有隔壁鄰居的大樹長了過來，差不多動到我們的屋頂了，我覺得有安全的隱患，那邊我們做了 quotation 也需要600-700塊紐幣。這些都是買房之前完全沒有預算到的大大小小隱形的費用。之前租房的時候，這些都是房東的問題，但買了房，這些都是需要自己解決的。所以這一點我是有點後悔的，不是後悔買房，而是當初應該把這些維修的預算算得更清楚一點。上次跟大家提到每個月需要還房屋貸款，每個月6000塊紐幣，那時候的利率是 7.15%， 很多人看了都幫我們倒抽一口氣。好消息是年初的時候我們 refix 了我們的利率，現在是 5.07%， 每個月需要還5000紐幣，是有比之前輕鬆了一點，但負擔還是很重。不會騙大家，我們2夫妻都有上班，日子是過得去，但也不會亂花錢，會看着錢花。買了房後，很多事情開銷都需要重新考量，這就是買房的現實，自由度少了。但想想每個月你還的貸款是給自己的房子的，不是白白交租金給房東，這樣想心裡會好過一點。買房前我們考量了很多地區、新房、舊房、房價、地大不大，但有一件事是我們沒有深入研究的，是 school zone 學區。我的大女兒很快就要上小學了，我們現在的這一區其實不是很差，但如果當初有多花時間研究的話，可能可以到更多選擇的地區。這裡也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角度，如果你很在意學區的話，其實租房反而是一個更靈活的選擇。比如說奧克蘭的中區，那邊有很多好的學校的選擇，但如果你要買那邊的房的話，房價可能需要到200萬以上，但你租房的話，房租大概800到1000左右，3間房就能租到那邊的房子，然後你的小孩就能到那邊的學校上學，不用背負幾百萬的貸款，然後你小孩也能到你想要的學校上學。所以買房和租房沒有絕對的答案，要看你人生階段優先考量的是什麼。如果当初我們多花點時間研究學區，可能現在決定會不一樣。2年多前我們買房的時候，2023年那時候很多人都說房價會漲，但現在的房價市場是比較飽和的狀態，房價也沒有我們當初想的那樣升值。這代表着什麼？如果現在我們想換一間更大的房子，我們不但沒有賺到差價，反而可能會虧一點錢。這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，不是說買錯，而是市場和時機不是我們完全能控制的。所以買房前一定要想清楚，這間房能不能住5到10年，如果不能，風險是比較高的。前面說了那麼多複雜的感受，但每天回到家看到小孩在院子裡玩，那種感覺是租房給不了我的。這是我們的家，我們可以裝修，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來生活，然後不用擔心房東突然說不續租了，或者突然來突擊檢查。
那種在自己家卻不自由的感覺，買了房後就沒有了。所以你問我後悔嗎？財務上有壓力，維修上有很多意外，市場上是有遺憾，但生活上我不後悔。以上是我買房2年多的真實感受，希望對想買房的你有點幫助。那你現在是租房還是買房？歡迎留言告訴我，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B 講 Thank you。 Thank you。